周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山东青岛同来华访问的韩国外长朴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就维护产供链稳定事宜开展对话，致力于产供链完整、安全、畅通。双方还就萨德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阐述各自立场。按照中国外交部的说法，双方阶段性稳妥处理了萨德问题。在中韩即将迎来建交30周年纪念日之际，王毅还在会谈中向朴振提出了5个应当，指出这是两国人民意愿的最大公约数，也是时代潮流的必然要求。历史和实践都证明中韩始终是安危与共的邻居，始终是相互需要的伙伴。30年来，我们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成就，不仅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重要的利益，也成为了本地区域之稳定性的力量。外界注意到，尹锡悦政府5月上台以来，加快推进萨德基地恢复正常运转。当前，运抵韩国的萨德系统第1阶段已经部署完成。在会谈中，中韩外长就萨德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阐述了各自立场，认为应尊重彼此安全关切，努力予以妥善处理，不使其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绊脚石。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三强调，美方在韩部署萨德系统，明显损害中国的战略安全利益，中方已多次向韩方表明关切。韩国政府正式对外作出3步1线的政策宣示，中方重视韩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基于双方的谅解，中韩双方阶段性稳妥处理了萨德问题。2017年11月，时任韩国外长康金和在萨德问题上提出3不承诺，即不追加萨德系统、不加入美国反导体系、不发展韩美日3方军事同盟。此外，康金和还表示，韩国方面不会单方面限制萨德的运用。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是此次中韩外长会谈的重点。王毅指出，当前全球化遭遇逆流，个别国家将经济政治化、贸易供给化、标准武器化，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作为全球自贸体系的受益者和建设者，中韩双方应当共同抵制这种违背市场规律的行径，共同维护两国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双方同意加快中韩自贸协定第2阶段谈判，争取尽快达成一致。我们可以看出双方的一个共识就是，中韩两国都是全球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一个开放包容的产业链供应链，对于双方都是符合两国共同利益的。外界注意到，韩国外长朴振访华前，美国对韩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在8月底之前就是否加入所谓芯片4方联盟作出回应。今年3月，美国意图拉拢韩国、日本及中国台湾地区，构建针对中国大陆的半导体芯片小圈子。实际上，相比日本与台湾地区，韩国在这一问题上态度始终谨慎。即便收到美国最后通牒，韩国也没立即答复，仅告知美方，韩国有意出席下月初美召集的预备会议，韩国政府将在会议中尽力争取国家利益，并将根据会晤结果决定是否正式加入芯片4方联盟。据韩媒报道，韩国政府决定向美国提议，要以2大原则为基础，讨论今后的半导体合作方向，包括参与者应该尊重中国强调的一个中国原则和不提及对中国进行出口限制。韩国政府已制定内部方案，要在不刺激中国作为协商原则，与美国讨论半导体合作，而不是在技术上孤立中国。另外，韩国一直使用半导体供应链协商体的说法，而避免使用带有排他性质的同盟一词。